你说的没错，一般情况下，我们应龙神族的神灵不会插手你们下界生灵的争斗，但是刚刚这里散发着一丝先天圣兽的气息，而先天圣兽乃是可以有机会位列我们应龙神族的天尊圣地榜。先天圣兽血脉气息。金地天盟主身影微微后仰，然后似是想起了什么，立马一双充满深不可测的眼眸穿透了虚空，瞬间定格在远处一道身影之上。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似有疑惑，似有惊讶，仿佛在那道身影上看到了自己都难以相信的影子。他低声自语：难道是你？听到金地天盟主的话语，远处的吞吞不禁眨了眨眼睛，神情显得有些茫然。吞吞的手指轻轻挠了挠头，似乎在努力回想着什么，但最终也只能无奈地摊开手道：我也不清楚啊，我的诞生就是为守护第三神。语气中透露出一种对自身未知的困惑和惊讶，而目光看向了夭夭，因为吞吞的本体乃是一只神兽，名为祖涛，拥有涛之气运，是夭夭的守护兽。最开始的形态外形像小狗一样，幼生期就拥有媲美太初境高手的实力，灵智极高，相当聪明。而吞吞的另一形态是一只约莫10数丈的巨兽，通体赤红，布满着火红鳞片，双目中宛如燃烧着火焰，在其张合的兽嘴中隐有黑光浮现，犹如能够吞噬万物，散发出惊人的气势与威严，仿佛从远古洪荒之中走出来的神秘凶兽，神秘而凶悍。在最后夭夭陷入沉睡之后，被送到万兽天京泥族修炼，实力达到了法域境。随着夭夭觉醒为第3序列神，吞吞的实力也随之达到了圣者3连境，也就是相当于最强主宰境。当年圣神被元尊抹除数十年后，进入了准神境，称之为祖涛之神。而祖涛之神就是吞吞的最终形态，实力在天元界之中可谓是仅次于元尊和夭夭的存在。因为当年祖涛之神、武神、吞噬之神、紫霄女神、剑神、青神这6位准神中，祖涛之神可以说是隐隐之中最强的存在。毕竟他乃是第3序列神夭夭的守护兽，实力自然会比其他准神要强大一些。大龙尊主缓缓踱步而出，他的声音如同雷霆般在大殿中回荡：那是因为你现在也并非最终形态，你最终的形态是先天圣兽之体。先天圣兽是由大咒孕育而生，虽然不知道为何你身上只有一丝先天圣兽气息，但的真正本体就是先天圣兽。这句话语充满了威严与智慧，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古老传说中的神秘生物，它们拥有着不亚于大道主神的力量，因为这些先天圣兽的身上流淌着尊贵的先天圣兽血统。这么说，先天圣兽是大咒孕育而生的神灵之兽，这就像是大咒孕育神火神物一样。萧炎在大龙尊主的口中得知，原来吞吞前辈的真正本体居然是先天圣兽，这是他和众人都未曾想到过的事情，就连一直在吞吞身边最久时间的夭夭都未能发现吞吞原来是先天圣兽。在知道了吞吞的真正身份之后，现场的气氛因这一连串的话语而变得凝重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吞吞身上，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好奇、疑惑和一丝丝的敬畏。因为创造出先天圣兽的乃是大咒的手笔，所以可以说先天圣兽的力量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原来我是先天圣兽。不知道是不是知道了自己身份的原因，此刻吞吞的体内深处有着一股尘封不知多久岁月的血液开始流动起来，而那便是尊贵的先天圣兽血统。但是你现在的先天圣兽之气很微弱，想要彻底的激活，就需要融合我们应龙神族的应龙之力，只有融合成功，那么你将会激活隐藏在体内深处真正的先天圣兽之力，甚至还能够成为超越先天圣兽的层次，蜕变成为天尊圣地兽。天尊圣地兽，萧炎以及盘龙等人吃惊的出声，他们可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天尊圣地兽，毕竟神界域的事情让生存于9大界的他们都闻所未闻。难道就是位列应龙神族天尊圣地榜上的天尊圣地兽？金地天盟主的声音中带着难以置信的颤音，虽然他很少与应龙神族打交道，但听过应龙神族之中那天尊圣地榜的恐怖之处。大龙尊主和小龙尊主对着金地天盟主投去有些异样的目光，小龙尊主双眼微微一眯，然后好奇的道：你似乎知道我们应龙神族的天尊圣地榜。略知一二。金地天盟主果断回答了一声。小龙尊主在金地天盟主的身上打量了一番，那双深邃的瞳孔似乎要看穿后者内心的世界。金地天盟主也被对方看得有些不自在起来，对方那股恐怖的气势比他还要强大许多。有趣，很有趣。天古浩劫之后，我们应龙神族几乎与9大界断开联系，没想到你身为9大界的一员，居然听过天尊圣地榜的存在。既然你知道，那么你来说说我们应龙神族的天尊圣地榜是什么？小龙尊主此时对金地天盟主感到一丝兴趣，同时也想知道对方是如何知道他们应龙神族的信息。在小龙尊主的话音落下，萧炎、盘龙以及2位神殿殿主和其余众人的目光都投射在金地天盟主的身上，
后者并不在意这些目光，但他在意的是大龙尊主和小龙尊主。应龙神族的双龙尊主实力太强，如果与他们为敌，恐怕自己将会陷入不利的境地。之前调查了一下，这里的无星海在某个特定的一个时间上，这里的能量就会产生异变。只要异变出现，那么千万载之前的天古纪元时期的万古神灵大陆也将会降临。所以现在还隐忍一下了。金地天盟主在心中打量了眼前的局势，如果不是应龙神族的这些神灵出现，自己早已经将眼前的萧炎、盘龙等众人击杀。真是该死的那个拥有先天圣兽之气的东西！金地天盟主在内心中不断的暗自骂了起来。但是在那两位尊主面前，金地天盟主的神态表现得非常的平静。既然对方要让自己回答，那么也只能将自己所知道关于天尊圣地榜的消息，在众人那取代的目光下，缓缓的开口。传闻天尊圣地榜拥有20个恐怖的天尊圣地兽，这些天尊圣地兽的前身皆是先天圣兽，可是为了追求更高深的层次与力量，那些由大咒所孕育而生的先天圣兽，基本都归入了应龙神族中。其原因就是应龙神族拥有大咒中无比古老的初始本源力量，这力量它超越了大道生死物质，直达大咒的最初始的本源，同时也叫做出源之力。出源之力能够引动规则，也可以改变规则。在整个大咒之中，出源之力只存在于天古7大神族中，而你们应龙神族的出源之力便是所谓的应龙之力。应龙之力可以说是万兽都垂涎万分的存在，即便是由大咒所孕育而出的先天圣兽，也对应龙之力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因为只要获得这所谓的应龙之力，那么那些先天圣兽都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恐怖力量。在你们神界域中应该流传这样的一句话：应龙之力与先天圣兽之力像是同源，一旦进行完美的融合，就会诞生出更高等级的力量，进而超脱先天圣兽的位列，成为你们应龙神族的天尊圣地兽。至此便是诞生了天尊圣地榜。由于天尊圣地兽中拥有了应龙之力，这些先天圣地兽也都基本都是自主的听命于应龙神族的那位神族长，对吧？当金地天盟主讲到这里的时候，应龙神族的神灵们表情显然有所变动。他们之所以有所动容，是因为来自下界的这位金地天盟主居然不仅知道了天尊圣地榜，还知道了天尊圣地兽的诞生。而且从他的语气中可以明显的听出来，对方似乎非常熟悉他们应龙神族的一切。这来自下界神器联盟的盟主似乎有些变得不简单啊。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知晓我们应龙神族的这些信息，但你刚刚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属实。大龙尊主认证了金地天盟主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然后继续说道：但是只不过随着千万载那一场天古浩劫之后，神族长大人因此身受重伤，下落不明。由于神族长大人的失踪，天尊圣地榜也在天古浩劫落幕后发生了剧烈的暴乱。那些天尊圣地兽好像要冲破来自神族长大人的束缚，想要新生与自由，想要逃离应龙神族。他们拥有强大的天尊圣地之力，自然也很想让自己叱咤一方，成为霸主。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即便神族长大人下落不明，他们也难以逃脱神族长大人的束缚。大部分的天尊圣地兽还是被强行的留在了应龙神族之中。刚开始还在挣扎逃离神族长的束缚，可是后来他们尝试了无数次方法，都难以冲破应龙神族长的束缚。再后来他们才发现，原来一旦自身的先天圣兽之力融合应龙之力后所诞生的天尊圣地之力，就会与应龙规则融为一体，所以那些天尊圣地兽也将永远存在于应龙规则之法中，而神族长便是应龙规则的造化之神，所以他们才放弃了抵抗。因为随着时间的逐流，他们也逐渐地发现，在自己想要成为天尊圣地兽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也都将会与神族长大人彻底地绑定在了一起。但是唯有其中一个天尊圣地兽不惜牺牲生命的低价，也成功借此逃脱神族长的束缚，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或看到逃离应龙规则之法的天尊圣地兽的任何消息。可经过这么久的时间，没想到会在这里发现先天圣兽的存在，所以就在第一时间撕裂虚空现身于此。众人闻言一脸震撼，原来这就是天尊圣地榜的来历。